告诉自己的心情？记得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有一种全身从上到下所有的细胞都打开的一种忘我的一种状态，使不完的劲，使不完的力气。感觉自己好像被上天眷顾了一样。我们所有人祈祷的这件事情，好像让老天爷看到了一样，去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歌迷给我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浪漫，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实现这么一个浪漫，但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实现，我们就做了一个小队。专门去各个地方去考察场地，能实现日出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各种去想象日出应该在哪里开，有草原啊、大海，还是觉得大海的最适合。通常人们想到日出最浪漫的地方还是海，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实现海边。所有人，用我们内心最真挚的声音，一起来歌唱宇宙，歌唱地球。但其实当时在我的视角，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太阳没有出来的话，我要如何去安慰大家？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了3天，大家一整夜没有睡，一起卯足了劲儿想等待黎明到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如果没出现的话，会不会大家会很失落？我就在想去安慰大家。唯独那一天晚上，在日出之前，就是没有那么轻松。就算没有日出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日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能化成雨。有没有日出都没有关系，有没有日出都不重要，重要是你。通常我演唱会其实大家都很轻松吧，很放肆的在玩儿。整个这个日出演唱会这个概念，其实它很像一个艺术作品，但这个艺术作品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这里面包含了我和所有主创团队，还包括了台下所有的歌迷，所有的元素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真的像乌托邦那样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感受，所以我把火星做成了一种彩色的感觉。我自己待着的时候会经常思考，什么都想，胡思乱想，想到一个问题，我就会去自己去解答它。成长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人太复杂了，为什么会不共鸣？为什么会，会因为这些关系而导致自己痛苦？我觉得舞台上的 live 肯定还是，我那个对我来说其实很珍贵的。其实每一次我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都会根据当时的一个心情和状态来去演唱这个作品，根据当下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是在共同一起成长，然后同时，他们也在见证了我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 live 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事情。
静如石头，就是完全不思考，然后也不被打扰的一个状态。但这是我心里面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我好像做不到。该怎么解释这个状态？就是。好 ，OK， 好好采访结束。说实话，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现在初步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带任何一首歌走。为什么？在我眼里面，火星目前没有角力。你要说唱给外星人听的话，外星人根本不会需要听我唱歌，他们甚至比我懂的音乐或者音符要更多。